这个身穿白袍、威风凛凛的小将，正是驯服红鬃烈马之人薛平贵。可谁料，在他第一天上班时就迟到了，被将军得知后，直接就将他贬为了粮草押运官。就在这天，薛平贵在押运粮草之时，突然看到我军正在和西凉军大战。西凉派出的是他们最为拿手的铜锤阵，而大唐派出的却是只会耍嘴皮的程刚和魏宝。西凉的铜锤阵可谓是打遍天下无敌手，连他们的主帅凌霄都没有把握破解。薛平贵眼见大事不妙，当即便拿起方天画戟，然后纵身一跃来到了他们的面前。两位将军，你们先行退下，这就交给平贵了。虽说薛平贵这是第一次上战场，但他的武功造诣却已经是打遍天下无敌手，就算一打四也是游刃有余。只见四人被打趴在地，且口吐鲜血。此时的凌霄也没想到，他引以为傲的铜锤阵居然被一个白袍小将给破解了，无奈之下只能暂时退兵。在回营后，苏龙也很是高兴。薛平贵听风，是，今日你首战告捷，本帅下令恢复你先锋官一职。谢元帅。而此时西凉军中却是十分的气愤，同时也在思考这个白袍小将究竟是何人。百般无奈之下，凌霄只能写下战书，单挑白袍小将。苏龙在拿到战书之后，魏虎当即就想要冒充白袍小将前去立功。你们的白袍小将在哪儿？我实话告诉你吧，根本就没有白袍小将，只是那天我魏虎心血来潮换了一件战袍。是你？是你破了我西凉的铜锤阵？怎么，你怕了吧？那你现在下马跪地叫我三声魏爷爷，我就饶你小命。凌霄听后当场就怒不可遏，随后二人便大战了起来。可魏虎这样的小虾米怎么可能会是凌霄的对手？就在他即将被凌霄斩杀之时，一柄方天画戟挡住了他的大刀，来人正是白袍小将薛平贵。副元帅，没想到白袍小将居然是你薛平贵。我也没想到西凉的副元帅居然是你，阴凉的大元帅原来是个女的。薛平贵，是我呀！你不记得我了吗？我是代战，代公子啊！在凌霄得知白袍小将就是薛平贵后，没过几日便又和薛平贵约了一战。此时凌霄手里拿的是青龙偃月刀，而薛平贵则是手持方天画戟。二人没有过多的废话，当即就打了起来。二人的武功可谓是都代表着各自国家的巅峰水平。在经过了数十回合的打斗后，二人依旧没能分出胜负。此时只见薛仁贵将方天画戟用力一折，瞬间就将凌霄的青龙偃月刀弹飞，随后又杀了一个回马枪，直逼凌霄的脖子。但薛平贵并没有送他去见黑白无常。薛平贵，今天交手，我凌霄对你是口服心服，希望再见面时，你我不是敌人，而是朋友。凌霄回营后，立即就去找了代战请罪。胜败乃兵家常事，只是我真的没有想到，以你的武功，竟然会败给那个白袍小将。这次凌霄技输一筹，败的是口服心服。此时的代战很是不解，凌霄作为西凉第一高手，竟然会输给一个无名小卒。代战当即就决定亲自去迎战大唐的白袍小将。到了第二天，二人都是如约而至的来到了战场上。正所谓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二人直接拔刀开战。可没过几个回合，西凉的大元帅原来是个女的。薛平贵，是我呀！你不记得我了吗？我是代战，代公子啊！此时的薛平贵才反应过来，原来那天晚上自己救的是代战公主。原来你是个女的。当初到长安，我是为了方便，才会乔装打扮成男子的。哎呀，你骗得我好苦啊！人家不是故意的吗？也就是说，当初你进长安，就是为了打探我大唐的虚实。代战此时想要趁机劝薛平贵归顺西凉，并承诺给他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可薛平贵一心只想保家卫国，代战眼见薛平贵不肯归顺，无奈之下也只好用武力来解决问题。可代战哪里会是薛平贵的对手啊？没过几招，代战便败下了阵来。
我输了，你杀了我吧。你不杀我，虽然之前不知道你是个女人，不过从认识到现在，我们患难与共，彼此之间已经建立了感情。在代战回营后，当即就决定退兵回朝。凌霄得知后可谓是怒不可遏，但由于代战是主帅掌管帅印，此时的他可谓是无可奈何。传令下去，再战白袍小将薛平贵。凌霄，你给我看清楚，这是什么？只要帅印在此一天，你就给我记住，我是主帅，你是副元帅。此时的凌霄无论如何都想不到代战竟然会为了薛平贵来拿帅印逼迫自己退兵，而此时的薛平贵可谓是一战成名。苏龙此时十分高兴，当即就决定准备设宴犒赏三军。此时魏虎与魏豹见谋害薛平贵的机会来了，于是便开始装模作样的和薛平贵套近乎。所以今天晚上咱们俩要好好的喝一杯。元帅不是下令犒赏三军了吗？他犒赏三军是他的事，你救了我的命，我不好好的谢你，那我真的连人都不会做了。就这样，二人在宴席上不断的给薛平贵敬酒，而令薛平贵没想到的是，这酒里竟然被二人下了剧毒。没过多久，他就因不胜酒力而晕了过去。此时的兄弟二人眼见机会来了，当即就要动手斩草除根。而此时陈刚见状，急忙将其拦了下来，并建议说将薛平贵绑在红鬃烈马上，当马受惊后便会乱跑，这样薛平贵从马背上摔下来肯定必死无疑，就算被人发现也不会怀疑是他们所做。魏虎听后当即就同意了陈刚的建议，更何况薛平贵刚刚喝的还是毒酒，根本没有生还的可能性。马儿，如果你真是通灵的宝马，请你把平贵平平稳稳的驮着，看能不能找回人家。只要有人能救下平贵就好了。随着鞭炮的点燃，红鬃烈马也因此受到了惊吓，没过多久便就无影无踪了。而此时的西凉军营中，凌霄正在为了班师回朝而头疼。此时突然有一士兵来报，说有一大唐将军身穿白袍闯入了西凉大营。凌霄闻讯当即就赶了出来，当他见来人正是薛平贵时，他不由得就下了杀心，这样不仅可以断了代战公主的念想，同时还可以一举攻下大唐，取得胜利。就在他准备动手之时，住手！你在干什么？你想干什么？你想杀了他吗？凌霄，我真的没有想到你是这样卑鄙无耻的小人。这个人是大唐武功最高的人，只要把他给杀了，我们可以趁着唐军连夜狂欢，杀其不备，一定可以击破唐军。代战听后也很是犹豫不决。就在这时，代战突然看到了他送薛平贵的令牌。我相信你一定还记得，薛平贵救我那天，是我亲手把这个令牌交到他的手上。我想肯定你也知道，这个令牌可以保他不死。再说了，如今他昏迷不醒，如果这个时间你杀了他，难道不觉得有失君子风度？随后代战当即就命人备好马车，他要争分夺秒地将薛平贵拉回西凉进行抢救。同时他还嘱咐凌霄，如若大唐的人来询问薛平贵的下落，就说他误闯敌营，已经被乱箭射死。而正巧不巧，此时正在寻找薛平贵的苏龙在路上碰到了凌霄，凌霄当即就将代战的原话告诉了他。苏龙听后震惊不已，平贵果然被他们所杀。平贵，你为什么做出这么糊涂的事？如今你已死，那我又如何回去跟三姨妹交代？